提到印度的火车运输线路，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立即就会浮现出一副人满为患的景象。直到现在，印度的火车依然在向外出售挂票。于是，印度为了能够尽快打造属于本国的高铁，不惜花费50亿卢比向中国订购火车车轮。可正当中国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地为印度赶制车轮时，印度政府却突然变卦了。那么，印度的高铁建设之路为何会走得如此坎坷呢？印度又为何会在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同时突然变卦呢？说到印度，一定会有人谈到印度糟糕的铁路运输情况，而事实上，这种让人直接挂在车厢外面的乘车方式不仅会受到外界的嘲笑，就连很多印度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早在本世纪初期，就有印度官员提出过要停止售卖挂票的策略，因为印度的火车挂票是完全免费的，印度政府从中收不到任何1分钱的税，乘车的人还容易遭遇交通事故。这样既不安全又不体面，也无法产生税收的乘车行为，当然应该尽快废除。但考虑到印度的穷人数量非常多，很多印度社会底层的穷苦人也的确有着乘车的需求。在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竞选期间，莫迪本人就曾经大肆拉拢过底层的穷苦人群体，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投票。到了莫迪上台之后，他自然也没有理由对火车挂票的政策出手。所以，印度糟糕的铁路运输情况就一直维持到了今天。印度曾经考虑过像中国一样在境内大建高铁，不得不说，印度人的这个想法还是较为美好的。只要让一部分人去坐高铁，然后将高铁运营的收益拿一部分出来补贴普通火车的运输业务，不久之后就可以把普通火车的座位价格打下来，底层的穷苦人也就能坐得上火车了。可是现实却狠狠地给印度政府上了一课。印度虽然也是制造业大国，但印度至今依然维持着规模庞大的低端制造业。印度工人生产出来的大多都是一些基础工业品，稍微让他们做一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些印度的工厂就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印度每年还是必须向外国进口涉及到国防军工、科技研究等领域的高精尖产品，因为印度国内的工厂实在是做不出来。即便印度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和力气，印度的工厂和研发部门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目标。思来想去之下，印度只得将建设高铁的任务分批外包了出去。只要在产品建好之后，印度政府为产品打上一个本国生产的标签，就足以欺骗普通的民众了。至于国外舆论怎么议论印度政府的各种行为，印度的官员们倒是不在乎的，反正只要到手的产品好用、堪用就行。于是，印度从德国进口了高铁车厢，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进口了高铁的零部件，最终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并准备花费50亿卢比，请中国帮印度代工制作一批高铁使用的火车车轮。早在几年之前，印度就开始筹划向中国进口货车车轮产品的计划了。为此，印度的铁道部更是一口气与中国拟定了一份价值50亿卢比的合同。可正当中国的工人在加班加点地为印度生产火车车轮时，印度却突然告诉中国的合作方，他们并不想在合同上签字，因为有人出的价格比中国厂家更加便宜。这个与中国竞争的对手就是乌克兰。由于乌克兰承接了苏联时期的大多数重工业设备和工厂，其生产出的火车车轮与印度的铁轨也较为匹配，所以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考虑之后，印度最终决定将这笔订单交给乌克兰去做。结果几个月之后，印度就直接傻眼了，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居然爆发了战争。战争到来之后，乌克兰的所有大型工厂都开始被迫生产军火产品，印度的高铁火车车轮根本无法按时交货，而且乌克兰也不愿意向印度退还先前支付的一大笔定金。就这样，印度人因为自己的贪婪让钱打了水漂，但乌克兰干不了的事情总得有人干。在对比了一圈国际市场的价格之后，印度只能再次厚着脸皮上门求中国。这一次，印度还生怕中国的厂家不愿意接单，直接将先前的订单价格提高了1倍。中国的厂家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印度人拿着订单在外面转悠了一圈之后，自己居然能够凭空多挣10亿卢比。不过，印度人一向以精于算计闻名于世，他们之所以愿意在中国厂家的面前低下头主动提高订单的价格，是因为他们在对比了日本、欧盟等国同类产品的制造价格之后，发现还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最为物美价廉。据悉，这批订单的车轮产品总数为3.9万个，中国企业给出的报价也只比乌克兰的承造商高了 1.68%， 而日本和欧盟报出的价格则令印度人大跌眼镜。而且欧盟制造厂商报出的价格更是直接超过了印度政府对高铁线路的全部投资预算。这还仅仅只是车轮的造价，如果要把整条高铁线路都修完，印度恐怕还得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所以印度人其实并没有变，
他们在与任何国家做生意的时候，都会事先将收益和成本算得清清楚楚，而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进行投标。不过，有了中国企业制造了火车车轮之后，印度的高铁依然令人担忧不已。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印度高铁的质量参差不齐，也是因为印度的铁路建设是一项牵涉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庞大工程，而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也给印度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印度政府今天在铁路建设方面遇到的种种难题，其实在印度独立时就已经种下了祸根，这导致印度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各地政府更是没有将修建高铁的计划放在眼里。在印度独立时，英属印度时期的大量大地主没有及时受到清算，这些人在印度独立之后依然保留了大量属于自己的私人土地，这就给印度政府的建设工程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如果印度政府想要在某地建设高铁，首先就要花大价钱从大地主的手中批量购进土地，而精于算计的大地主们也往往会坐地起价，开出一个令印度中央政府根本承受不起的价格。久而久之，相关的高铁建设计划也就被搁置了。就算印度政府已经造好了高铁机车，但铁路没修好，高铁就无法运行。所以，当前印度的很多地方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明明中央政府的手中已经握有大量制成的高铁机车，但就是无法建设可以运行这些机车的高铁线路，当地的老百姓也只能够继续选择危险的普通火车出行。另一方面，印度各个土邦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当一条高铁线路要从一个邦接入另一个邦时，往往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有时就连印度中央政府也无法调节两个邦之间的矛盾。由于印度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直到英国殖民者到来，印度各地的土邦王公们才被强行整合在了一起。这些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土邦王公，大多也成为了现代印度的政治精英。这些人习惯了相互勾心斗角的模式，只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权利。至于国家长远的建设计划，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如今的印度不仅在高铁建设项目上表现得无比混乱，在各个涉及民生建设的领域，印度的表现都令人忍俊不禁。也许在外界的不少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但它的背后却是无数印度民众真实的痛苦生活。早在2000殖民地遍布全世界，被人们誉为日不落帝国，但到了1946年，英国的殖民体系已经被拆解得四分五裂了。到了今天，英国更是只能沦为美国的小跟班。在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为著名的殖民帝国当中，英国毫无疑问是最威名赫赫的那一个。即便由他创建的殖民体系已经衰落，但英国的影响力仍然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那么，大英帝国究竟是如何衰落下去的呢？英国在逐渐掌握殖民地的过程当中，又做出过哪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呢？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能够在人类的历史上成为主导全世界的霸主，它也一定有着自己特殊的条件和手段。只要是认真研究过殖民史的人，都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前3个世界霸主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荷兰和英国，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控制大量的国际贸易路线，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为了给自己掌握的那些海上贸易路线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直到飞机被发明出来之前，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因此，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步就是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击败。可是，英国人的战绩却最终给荷兰人做了嫁衣。在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还没有等到英国人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贸易体系，荷兰就捷足先登了。懊恼不已的英国人只能够选择继续发展，同时寻找机会来击败荷兰。不过，好在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悬殊。在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人很快就从荷兰人的手中夺得了一部分海洋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从此以后，英国的财富就呈现出了指数级上升的势头。但英国的统治者也深知，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世界霸主，那么他们所掌握的这些财富都极有可能会激起他人的觊觎之心。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向荷兰人发出挑战。最终，在1780年爆发的第4次英荷战争中，英国终于将荷兰人给击败了。从此以后，荷兰人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光环，曾经由荷兰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尽管人们对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但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人居然能够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玩出许多新花样。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洲的弗吉尼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人就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体系。
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建立殖民地之后的英国就应该对当地人大肆搜刮，掠夺当地的原材料了。但英国人的做法却令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英国人在进入殖民地之后，并没有急着掠夺当地的资源，而是热衷于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一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了。而且，只要这些殖民地官员按时向英国缴纳税款，那么他们无论在殖民地内部做出什么样的勾当，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根本不感兴趣。后来，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都无数次地复刻了这一套方法。由于这套方法异常的高效，甚至就连后来法国人去非洲搞殖民的时候，都跟英国人学了起来。而且法国人为了加强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他们几乎将殖民地的一切管理权都牢牢抓在了手中。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殖民地的普通人可以进入当地的公务员队伍，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也就是给这些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干杂活了。在研究了荷兰和西班牙殖民体系的优点和劣势之后，英国人还做出了一个新举动，他们开始在殖民地印刷由英国人自己提供的纸币。至于这种纸币到底应该印多少，则完全由英国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这些纸币来收割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如果他们愿意，英国人甚至还可以通过抬高粮食价格等方式，以方便在殖民地制造人为的饥荒。有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残忍，以至于今天的英国政府都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虽然英国人很少直接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事务，但为了镇压全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抗，他们还是成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这支部队时而前往印度镇压当地的起义，时而赶往非洲与那里的土著黑人展开战斗。只要哪里有英国的殖民地，镇压的枪声就会传到哪里。通过不断的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人逐渐坐稳了世界霸主的交椅，同时英国人也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全球大市场，这使得英国几乎成为了人类殖民史上最富有的国家。由于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每一个小时都有殖民地处在日光之下，因此当时的人们将日不落帝国的绰号送给了英国。英国的统治阶层对此也非常受用。可是持续不断的殖民战争已经大量消耗了英国的人力和财力。正当英国忙于镇压非洲各地的起义时，一个在美洲大陆上的国家也正在迅速崛起。不久之后，这个曾经同样处于英国殖民体系之下的国家就将对英国的全球霸权发起一次全面的挑战。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势头，这使得英国不再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军事强国，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很快，代表着旧殖民体系的英国和法国就与代表后起工业国家的德国发生了战争。但此时，位于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也已经有了介入欧洲战事的能力。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人对于这场世界大战始终保持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直到战争的局势逐渐明朗之后，他们才宣布下场，站在协约国那一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胜利对于英国来说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惨胜。一大批年轻人死在了战场上，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建设工作根本没有人来执行。无奈之下，英国人只得将希望的目光看向了美洲。因为美国人虽然参加了世界大战，但也在战争中赚到了不少钱。相比于当时在战争后迅速没落的英法两国，美国的家底还是十分雄厚的。在与欧洲展开了贸易之后，美国人也的确帮助英国解了燃眉之急，但那些曾经归属于英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就被美国人给掌握了。而此时美国的造船能力也根本不是英国所能企及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全世界的民众都看了出来，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美国人的天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人们很快就亲眼目睹了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猛攻下一败涂地。这一回，英国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主进行战争的能力。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后来，美国人也的确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但这个时候，美国却提出了一个让英国人根本无法拒绝的要求：战争结束以后，全世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此时的英国人纵使心中有10000个不愿意，但他们在美国人的面前还是必须点头，因为英国政府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再去维持一套以英镑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了。最终，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的代表正式敲定了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新货币体系。当年英国人用来操纵世界的金融工具箱也被美国人拿走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对英国的补偿，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援助资金。虽然英国人拿着这些援助资金重建了家园，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魄力和雄心。到了今天，英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徘徊在低谷之中，甚至就连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在 GDP 总量上也直接超过了英国。不过客观的来说，这个小岛国也终于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殖民主义的事业的确曾经给英国带来过无数的荣耀与利益，但它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苦难与悲痛却是谁也无法抚平。即便在100多年之后，英国也必须为他们曾经做过的坏事付出代价。未来的世界必将会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旧时代的美梦中，不愿意醒来。在他们的美梦当中，自己仍然是世界的主人。可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时代发展的浪潮也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而停滞不前。如果某些人再执迷不悟，等待着他们的就只有被淘汰的结局了。